可长着长着，大家就觉得释小龙渐渐没那么可爱了。其实青春期的释小龙五官相较于小时候并没有多大的变化，甚至算得上等比例放大，但小时候圆乎乎的可以称作可爱，长大还那么圆润，观众们就觉得就有些普通了。如果说上面时期的释小龙颜值还算清秀，成年后的他就有些泯然众人矣了。比如在《少年方世玉》中的他说是个跑龙套的也不为过，实在很难把这个形象和小时候的小可爱联系对比起来。他身材的维度整整比旁边的演员大了一个号，长残后的释小龙也逐渐被市场所抛弃，现在可以接的适合的戏可以说是少之又少，而他也放弃了自我的身材管理，溜肩驼背毫无气质可言，脸上的胡茬甚至还带着一丝油腻感，和小时候的机灵可爱相比，着实令人可惜。2. 郝邵文。在电影中，释小龙负责武艺，而郝邵文则担当起了耍怪见萌的角色，还因此有了臭屁文的称呼。郝邵文在电影中表演得十分自然，尤其奶声奶气地说着台词时，简直太可爱了。但郝邵文和释小龙一样，都忽视掉了减肥的重要性。逐渐长大的郝邵文体重也随之飙升，他变得不再可爱，甚至开始变黑变油腻。小时候说那些台词是可爱，但长大后依旧那样，就让观众是觉得猥琐了。加上母亲反对他继续拍戏，他也退出了娱乐圈。上中学时的郝邵文几乎和普通人无差别，五官普普通通，身材发福走样，肤色也黝黑。当时的他因为母亲投资失败，家里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，他不得不半工半读，和他小时候的境遇相比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后来再次进入娱乐圈的郝邵文，面临着和释小龙一样被抛弃的命运。即使在18年重新出演了《新乌龙院》，虽然卖了一波怀旧的情怀，但却早已找不到昔日的感觉了。长残大概是对一个童星来说最悲惨的命运了。3.